有生之年在这样的仙境里住上一天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而在这里长大的人，心里也想着出去看看。这里就是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，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宝藏小镇。我的夏尔巴朋友拉琼就生活在这里。时隔2年半，第2次来到陈塘镇，拉琼要带我们回家吃饭。我和刘师傅手里拎着礼物，走得有些缓慢。这慎重的样子，怎么好像被对象带回家见家长的情形？这边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2年多之前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是爬到了山对面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悬崖村，后面就是悬崖还有瀑布。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是叫新村吧，这边是东营，就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2处房子。那是鼻烟壶，这是鼻烟。哦，鼻烟，鞋子很有意思。现在去里面寄吧。什么？吃啥？吃鸡吧。啊？吃鸡啊？是王者吗？没听清楚。为什么房子要建那么高啊？因为没有那么多平的地啊。因为这里真正是在中国尼泊尔边境啊，咱们中国境内的房子都插旗子，这不就是仙境吗？这里山高平地少，房子与耕地都在山坡上，甚至是悬崖峭壁上，这也练就了夏尔巴人超群的体力。看似瘦弱的拉琼可以背动重达130多斤的东西，这衬托之下，看似比他壮实不少的我，无疑是个弱鸡。看我后面啊，这是不是美的都不太真实了？那边就是尼泊尔，是不是？对，这边很近啊，那边就是尼泊尔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叫国境线啊，国境线上的村子，真的太棒了。看后面这个云啊，一层一层的，感觉一直叠到天上去了啊。他们家太美了，如果说我家如果在这儿，我不愿意去其他地方。此刻我才知道，我这般凡夫俗子，身处真正的仙境时，头脑中是全然空白的，没有任何一句学过的诗词足以描绘心中的惊叹。而这片如同梦境般的美景，居然是拉琼从小到大生活着的地方。所以旅行不就是去到别人家羡慕的不想走，而别人却想去我家啊？哦，这是厨房。哇，这个风景，这样的风景就是在拉琼家的厨房里面能够看到的。你好，妈妈，你好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前年我们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上一次来陈塘镇，我得知这里买东西不方便，能吃到的水果很少，所以这次我们除了带一些重庆特产来，还带了一些水果。刘师傅见拉琼好像不善于切水果，便自告奋勇切好了，分给全家人吃。拉琼的家人淳朴且羞涩，相比之下，这刘师傅似乎开朗的过了头，好像有个词叫做反客为主吧，说的会不会就是他？感觉他们现在是客人，我才是主人呀，我还去劝他们吃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来吃，不要客气啊，不要客气，来，小朋友，还记得我们吗？记得。啊，对。虽然说我听不懂啊，但是就是那个意思，我还是能听得懂。当时胖了一点啊，胖了一点。妈妈还是记得，印象很深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你叫我吃东西，我不吃？晚上不能吃了，太。你吹过喜马拉雅南麓的暖风吗？这是我花过最值的20块。中国尼泊尔边境1日游，和专业登顶珠峰的人一样，我这次也享受了夏尔巴人作为向导，还享受了一杯珍贵的洗澡水。中尼边境上的原始森林里藏着的这处神泉，据说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天然野温泉，当地人1年泡1次，大概就和那人参不能多吃的道理差不多吧。正巧刘师傅昨晚落枕了，我的夏尔巴朋友拉琼约上我们赶紧去泡泡。还有我们要走多长时间？我们应该有1个小时就到，快的话好。在登顶珠峰的世界纪录上，特意区分了夏尔巴人纪录和非夏尔巴人纪录，他们登山的速度和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，所以拉琼这话说得很严谨。刚开始我们就感觉好慢了，跟不上拉琼了。快点啊！拉琼爬山一点都不喘气啊，边爬山边刷抖音，和拉琼一起爬山，常态就是拉琼在前面等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在后面气喘吁吁，赶不上啊。所以爬山的过程中千万别问夏尔巴人快到了吗？那答案一定是快了，马上到了。快到了吗？快到了，特别喘气。快到了。
其实我们已经很尽力了，但我们依旧帮拉琼刷新了爬这座山的记录下限。快的有1个小时。我们爬了2个多小时。第一次徒步进入喜马拉雅南麓，原始森林中的一切我们都不想眼睛匆匆掠过，毕竟这机会难得。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植物、动物、石头，一切都要细细品味。我们现在以刘师傅的体型啊为参照，看看这个树啊，好宽啊，特别高大，应该有几百年啊。摸一下头啊，好，拜拜。在山中间啊，这里有一个像神龛一样的一个小棚子，这块石头的左右两边的2个印记，像一个人的脚印一样，佛祖显灵了，留下了他的脚印。现在还要走一段这个非常狭窄的碎石路，得非常小心的走，不然会很危险啊，很容易滑下去。不累啊，不累，他这个一点都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快到了，拉琼也就对我们说了99次快到了之后，九眼温泉就真的到了。有点累，拉琼是有一点累，我也有一点累，但是我这个意可能就不是那个意了。刚刚到我就看到这样的场景。要知道，在喜马拉雅地区，每一处绳子都不是信口雌黄的，也不知道这处神泉在1000多年间治愈了多少人的身体或心灵。一个没留意，刘师傅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享受上了。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喝了好吗？对身体好吗？会好。接了一点这个温泉水，哎，没什么味道，有一股那个硫磺味儿，硫磺味儿。你拉琼笑得好像里头有意思啊！能不能喝？能不能喝？得益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条件，仅《西藏温泉志》中就记载了西藏677处温泉。日喀则陈塘镇的这处九眼温泉，则是大自然馈赠给谢尔巴人的礼物。看看这个旁边上这个石头上出来的这种钙化的痕迹啊，层层叠叠的，就像那个土耳其的白水台那个景区一样，这都是长期钙化形成的这个痕迹啊。50多度的天然硫磺温泉泡完到底有多舒服？让我们随机采访一位泡得红彤彤、热腾腾的幸运儿吧。泡了之后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这个什么神清气爽的感觉？那肯定的，包治百病，在脖子都能转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其实就是热敷原理啊。我们准备走的时候，看到刚刚一起泡温泉的一些当地的朋友啊，他们在这边，感觉在这里野餐啊，认识的。认识。就这么吃了，就这么吃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吃是吧？这个10里8乡的，相互都认识啊。你看走了。咱们开车都开了应该有10来公里是吧？走也走了好几公里，2、3个小时我觉得，对不对？来这儿拉琼，这还有熟人呢。现在我们其实就处于喜马拉雅深处啊，这个生态非常的好，旁边是高山密林，然后底下是飞瀑河流，这样的空气也无比的清新了。因为可以说是原始森林啊，这里的树都长得特别的高大啊，特别高大。喜马拉雅南麓的暖风吹进了我的心里，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样可爱温情。如果你觉得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丛林太冷冰冰，那来这里吧，一定能感知到久违的温与暖。